聚焦国际热点，剖析军事装备。在节目开始之前，麻烦您点赞订阅。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看点有：中国低调试射巨浪4，太平洋3级岛链彻底废了，美军全球基地一夜之间全部暴露于解放军的核打击之下。解放军这次的导弹潜射实验，让中国的水下远程核打击力量实现了巨大的3连跳。从此，美国的本土、美军在全世界的军事基地几乎一夜之间也全部暴露于解放军的核打击之下。最近，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公开表示，中美之间哪怕再不信任，也要找到合作的办法，因为这是唯一可行之道。如果中美开战，那一切都完了，因为这样两个军事、科技和大国对撞，对全世界都是一个灾难。李显龙显然是个明白人，他在劝美国别这么闹下去了。如果中美演变成核战，那么美国本土将遭到全面的核打击，双方核战的结果就是地球变成另一颗火星。这就是为什么李显龙惊呼一切都完了的原因。因为中国的巨浪4潜射导弹低调试射后，全世界的军事专家都深感震惊，中国可能在核打击能力方面已经后来居上了。本月初，中国新型核潜艇在渤海进行了一次非常低调的试射，中国的媒体都没有报道，但是外国人却不淡定了。从他们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全世界都开始认识到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尽管此项军事实验中国军方非常的低调，但还是引发了国际情报界的巨大关注，特别是美国对解放军此次军事行动更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心，也表现出极大的不安。巨浪4洲际潜射导弹是解放军最新款洲际导弹，它由巨浪3型的基本款射程12000公里升级到美方研判的15000到22000公里，也就是说094型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在黄海或西太平洋临第一岛链之海域水下发射巨浪4型潜射弹道导弹，已经能轻而易举地全覆盖整个美国本土。换句话说，美国在全球的任何军事基地都在解放军核导弹的覆盖下。更令西方国家关注的是，巨浪4型洲际潜射导弹具有超磁性、宽频幅、多轨道等特点，也就是说，无论何种雷达想探测到它，从世界现有技术水平来观察，几乎是不可能的。它从水底发射到击中目标，它留给对手的预警时间从理论上只有5分钟左右，这其中的理论设定就是发射者故意让拦截者故意探测到。此外，巨浪4还能携带6到12枚核弹头，其令人惊恐的破坏力与杀伤力是巨浪3的3到5倍。就目前而言，它已经是独步全球。根据英国《世界防卫杂志》3月7日的报道，中国的巨浪4一次所携带的核弹头足可以毁灭美国1到2次，英国3到5次。为何美方如此紧张中国大陆094C 型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及巨浪4型潜射弹道导弹的研制与试射的成效？因为这是攸关中国对于水下远程核打击能力是否已具备全面威慑美国本土的能力。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水下远程核打击能力的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外界的预判与分析，但是中国人在这个方面却是异常的低调，以至于外界认为中国的核力量还停留在看家护院的程度。谁知一夜醒来，中国人却把世界远远地抛在后面。解放军这次的导弹潜射实验，让中国的水下远程核打击力量实现了巨大的3连跳。从此，美国的本土、美军在全世界的军事基地几乎一夜之间也全部暴露于解放军的核打击之下。如果中国人愿意，他们可以在地球的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突然间对美国发起攻击。而美国从目前技术发展水平来看，则几乎拿它却是没有任何办法。中国人民解放军此次试航的核潜艇属于最新型的094C 型，该型核潜艇具有航程远、下潜深、高静默、低磁性等特点，一次下潜最远可持续绕地球2至3圈，其综合技术指数甚至已经超过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俄亥俄级核动力潜艇。此次中国人民解放军试航的核潜艇和试射的洲际导弹都是最新型的，其各项性能参数都创造了中国同类武器中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法国媒体甚至惊呼，在核潜艇和洲际导弹方面，中国人不但已经遥遥领先，甚至把美俄都远远抛在了后面。这次发射的是巨浪4洲际潜射导弹，是中国最新
新款洲际导弹，它由射程12000公里的巨浪3型导弹升级而来，射程可达到22000公里。如果在黄海或者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海域水下发射巨浪4型潜射核弹，能轻而易举地覆盖美国本土全境和美国在全球的任何军事基地。美军太平洋舰队主管东亚海空军事情报的主官戴维森非常沮丧地对记者说：“令人震惊的是，我们的侦察机几乎是飞来飞去，每天都无功而返。中国人的技术保密工作非常出色，我们的卫星除了探测到异常的电子信号外，其他的什么都没有收到。”为了探测中国人民解放军此次的实验性能和参数，美国空军先后出动了17架次的 RC-135S 电子侦察机，但从美方披露的侦察信息看，他们的侦察几乎一无所获。美国空军学院核力量研究专家斯维尔教授对此深表赞同。他指出，中国这次导弹潜射实验让他们的水下远程核打击力量实现了巨大的飞跃。从此，美国的本土、美军在全世界的军事基地几乎一夜之间全都暴露在解放军的核攻击之下，美国将陷入了无后方作战的时代。斯维尔说，很显然，如果中国突然打响收复台湾的统一战争，而美国要武力干预，那么中国的094C 核潜艇和巨浪4将会以毁灭美国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家门口、头顶和背后。所以美国人正在深刻学习领会杨洁篪那句话：美国没有资格以所谓实力跟中国说话。斯维尔教授认为，从此美国开始彻底地陷入了无后方作战的泥潭，而部署在中国周边用来围困中国的3道军事岛链也在逐步地走向崩塌。美国在韩国、日本的36个军事基地以及26万驻军也不得不直接面对解放军的炮口。对此，基辛格有清醒的认识，但是他的意思是要中国妥协，为顾全大局接受美国的领导算了。中国根本没打算和美国比高低，只是唯我独尊，奉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双标主义，一副流氓嘴脸的美国有何德何能领导中国？所谓3级岛链已毫无意义。美国在韩国、日本的36个军事基地以及26万驻军也将不得不直接面对解放军的攻击。从现在开始，如果中国人愿意，他们可以在地球的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突然对美国发起攻击，而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好办法防御这样的攻击。王毅外长说，美国人指手画脚干涉别国内政的坏毛病得改一改了。这句话不是简单的打嘴仗，是有实力做后盾的。换一个国家这样当面斥责美国国务卿试一试，美国人保证是暴跳如雷。但对中国人，他们自己下台阶说，沟通就是要充分了解对方的想法。其实美国绝大多数战略家是很清醒的，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鼓噪不惜与中国一战的人，多数是议员和官员，也就是政客。真正的军人是知道中美开战的后果的。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而言，在中国近海交战，美国人自己的兵棋推演的结果，每一次都是美军必败。在今日我解放军强大实力的威慑下，美军直接介入台海的可能等于0。当然，我们要按照他们可能介入做好万全准备。周边任何国家如果敢于参与出兵和提供后勤支持，这就等于对我宣战。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台海局势，解放军不得不用台独及幕后支持者听得懂的语言予以回应。在强大的军力震慑面前，蔡英文又怕了。他在民进党中常会上说，大家看到中国军机不断侵扰西南空域，国军也随即升空拦截。他指责对岸做法已经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他还要求北京当局务必要有所克制，避免擦枪走火。蔡英文显然知道，一旦两岸打响第一枪，就是敲响民进党丧钟。大陆动作已经不再是警告，而是实战级别演练，是武统台湾的战斗预演。台湾的空域是中国空域，解放军有权在整个台海地区乃至台湾本岛上空实施维护中国国家主权的各种航行和演训。台当局必须明白，与国际反华势力的勾连加紧一步，大陆方面的军事斗争准备就会向前推进一步。台独当局试图勾结外部势力，在分裂台湾的路上越走越远。显然，民进党当局心知肚明，自己根本没有与大陆军事对抗的资本。但是，既然害怕会擦枪走火，就要夹起尾巴做人。一段时间以来，美方为实行对华围堵战略，加大打台湾牌的力度，在售台武器、加强美台官方军事联系等方面消极动作不断通过对台出售武器、军舰频繁过航台湾海峡、鼓吹邀请台湾参加军演等挑衅行动插手台海，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是造成
台海局势日益严峻的真凶。台海的和平氛围已经荡然无存，台方已公开称解放军战机为敌机，台当局公开将自己定义为民主世界抵制威权统治的最前沿，美日与台当局战略勾结愈发放肆，台海局势失去回旋空间。中国绝不会允许台湾分裂出去，也绝不会允许它成为美国对华战略围堵的前哨阵地存在下去。国庆期间，解放军战机巡航台湾，让谋求台独的台当局和顽固的台独分子浑身发抖，也让热爱统一的台湾同胞感到振奋。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咱们下期再见。